35岁，月薪才3500，嫌少。现在马上要失业了，连3500都没有了。怎么这么难呀？我要去找工作吗？35岁了，你还敢去公司面试吗？我好害怕人家问你，这么大年龄了，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你说你未婚未育，我的天呀，谁敢用你？我确实是一个很失败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以后，我怀着一腔热血进入社会，但是反手就被一波冷水给浇灭了，真的找不到工作。大学生真的是毕业即失业吗？也不是我找不到工作，而是我花了10几年的时间去读书，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到最后找到的工作呢，月薪3000，父母辛辛苦苦挣钱供我读出来的大学，到最后找到的工作连他们挣得多都没有。如果我当初学习很差，考不上大学就好了，那么我就会心安理得的过上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但是现在的我多少有点不甘心。看看我们家这高级工程师，被裁员了，35了，这跑外卖了，前几天买的头盔啥都买了，这冰袖那什么手套啥都买了。天热不去，下雨不去，那个心情不好不去，单子那个单价低不去，上个月就跑了1000块钱，咋整啊？你说咋整啊？天，我鼓足勇气跟我爸说了一下我马上研究生毕业却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事儿。其实我纠结了很久，到底要不要跟他说，因为我知道在找工作这件事上他帮不了我任何，除了会让他为我担心之外，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但是纠结了很久，我还是决定了跟他说一下，因为我想听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走弱，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远超乎人们的预期。即便是曾被视为金字招牌的重点高校毕业生，如今呢，也是频频在求职中碰壁。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公司，都不愿意接纳。是今年大25届毕业生，在我6月6号拿到毕业证之后，到现在的2月26号已经过去了有20天的时间。在这20天，我考虑过要不要把握住我的应届生身份去考公或者考编，但是最后思考过后，我觉得说还是先找工作比较好。在我应聘了多家企业之后，他们给到我的是很多企业，他们给到我的是1个月2500的底薪，有3个月的试用期。但是就单现在我租房子，租一个一室，然后带一个卫生间的房子，都1个月都需要1000元钱，房租占了我1个月工资的1/3还要多。博主说，刚毕业的时候，他当时心情特别的好，觉得说终于可以摆脱了校园，可以自己赚钱，然后呢就可以出去旅游，和朋友出去聚餐出去玩。但是现实生活和他想象的确实是天差地别，他感觉正在面临人生中前所未有的迷茫与痛苦。之前他碰到那些爱哭的人，都觉得说有什么好哭的，但是现在他在和朋友见面的过程中，时常走神发呆。他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有时会不自觉地掉下眼泪。说出来可能没人信，但是我真的有点面不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太强了，焦虑的让人想哭。大家有过连续面试失败的经历吗？有时候面试官的问题也没有多难，自己却被问住了，结果不用说了，肯定没戏。我想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知道自己很菜，心里早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面试的场景在脑海里也预演过无数遍，可当结果实实在在砸下来的时候，那种沉重感压得我喘不过气。博主说，每次失败他都会问自己，我真的就这么差劲儿吗？每一次面试完，他都会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努力地安慰自己说，找工作也是需要机缘巧合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自己做好准备，没有发挥好。面对接连的失败，他不知道这样坚持到底有没有用。作为25届的应届生，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面试了30-40家公司，经历了被初创公司爽约 offer， 再到房租被骗，终于在7月份我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博主总结一些找工作的经验，他说，就是建议大家去多投简历，多面试，以及及时复盘。找工作一定要大胆的投简历，别怕投多了就没有人理。那我就是投了非常非常多简历，才有了很多的面试机会，而且一定要多去线下面试。那线上聊我们只能了解一个基本的情况，线下面试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体验，比如说通勤的时间呀，以及你是否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内容等等。博主说，多去面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快速积累经验。每次面完试，我都有花10分钟的时间进行复盘，
记下面试官问的问题以及自己回答的地方哪里有不好的，哪里是比较好的。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位博主是3月份提出离职的，在最近1个月他才开始找工作。有一家公司让他去面试，前2个面试都通过了，第3次面试也非常的顺利，他觉得是能过了。但他刚刚收到 HR 小姐姐的回复，说他没有通过，他很伤心。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跑去问 HR 小姐姐原因，她刚开始也说得很委婉很含糊，最后她才很隐晦的说我需要注意一下管理。我当时其实穿的也很正式，穿了西装套装去的。我觉得需要管理的可能他是在说的是我胖，我找的工作不是什么需要出席项目活动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我去面的只是一个在幕后的新媒体运营而已。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其实那种外貌歧视在职场上它就是存在的。博主说，在毕业后工作压力比较大，他的身体激素分泌失调，有一点点暴饮暴食，然后就不断长胖。他也想改变自己，也一直在减肥，但是就是瘦不下来。他没有想到这就成为了他求职被拒的原因。他说自己本来就不太自信，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更是觉得受到了挫折。家人们，我真的很想吐槽一下，现在找工作为什么这么难？我觉得我的颜值应该还算是中等偏上吧。然后呢，我现在想找一份带货主播的工作，所以我就在某直聘上面，我投了非常多的简历。博主说，这些简历要么就是没人读，要么就是显示已读不回。还有一些他读了，因为我是面试主播嘛，我要先给他发照片，然后他看了我基本上我都是发3、4张，他看我照片之后，他说你能不能再多发几张照片过来？其实我平时我是一个社恐内向小女生，而且我还有点自卑，我平时不怎么拍照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没有这么多照片了，我说其实就是也可以面试一下嘛。博主说，他平时在家里也背了很多那种带货的话术，但他确实没有带货的经验。他上一份工作是做电商运营助理，所以他找的公司都是可以接受小白的，或者可以接受没经验的新手的。博主虽然主动要求去面试，但一般的对方就不再回复了，所以博主就感到奇怪，是不是有些岗位已经有人选了，并不是那么着急找人，招聘信息只是挂在网上而已。博主小冉说，他的一个同事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在网际网络大厂工作1年多就被裁了。现在的互联网行情真的是1年不如1年，今天我还在羡慕他拿着3、4万的高薪，明天他可能直接失业没收入了。前几天我和之前在互联网大厂上班的同事聊天，他说公司的裁员风波来了，他在裁员名单里，但是最终被裁的是那个最积极、加班最多的那个。虽然逃过了一劫，但是他感觉最近他的领导很 push， 经常找他谈话，估计很快就会进行下一波裁员了。这才过了没多久，今天周末和他聊天，他说他被裁了。博主小冉说，他羡慕这个同学在网际网络大厂工作挣得多，他羡慕小冉在医院工作很稳定。这个同学工作才1年多，被裁也没有太多补偿，还好他刚毕业，没买房也没有结婚，没有房贷压力。他不想在北京待了，打算去个离家近的城市。博主说，他是24届的毕业生，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其实从去年7、8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各种的修改我的简历啊，然后线上投递。我当时的策略可能是就是想投一些大厂吧，也就投了50、60家。我觉得，公司中大型，然后岗位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我都投了。博主说，最后只有2、3家给他发了面试通知，不过好就好在那2、3家都是他特别喜欢的。结果呢，就是有一家大厂，从8月份一直面到了11还是12月份，面了我6轮，最后就是没有过。博主说，另外一家跟他说岗位在北京，我其实偏好的城市是广东。对方说呢，我们广州有分部。博主说，你能不能把我推荐到广州分部呢？他说好，结果就没有音信了。是24届的本科生，学校是韶关学院，读的是计算机，跟很多人一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5年前他们都认为我本科读计算机以后会有出息，直到我大3暑假开始找工作，因为姐夫是在佛山运营商工作的，深知那里的待遇比较好，第一份简历就投了运营商，可能学历只有2本，像佛山这种大城市连面试机会都没给，但2本在老家还是够的，所以第一份工作去了老家县城运营商实习。
博主知小江在老家待了2个月，不甘在小县城里发展，主动跟领导请求转到市里，按照流程内推也是需要面试的。结果面试那天他身体出现问题，错过了面试，他因此失去了这份工作，觉得很遗憾。找工作面试最难受的不是没通过，而是反复的挫败感，让你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害怕面试，面试后也没什么结果，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非常的焦虑迷茫。如果你现在正在找工作，我有3点建议给到你。第一，有面试机会是一个好的信号，说明你的基本条件是有市场竞争力的，简历也是没问题的，主要问题出现在面试技巧上，这个是比较容易去提升的。第二，面试前一定要提前准备，把可能问到的问题先想好答案，模拟练习。面试结束后一定要复盘总结，是哪个问题没有回答好，是专业问题还是其他问题。第三，心态一定要稳住，面试没通过不一定是你的能力问题，不要内耗自己，主要还是就业环境不好，竞争太激烈，一个岗位几10个人抢，每一个 offer 发出去呢，就注定了95%的人成为陪跑。只要你们有过试用期不通过这种经历，我说的试用期不通过指的不是说什么裁员，公司批量裁员，就是因为你就只开掉了你，觉得你不合适，不胜任这个岗位，只要是这种情况下，只有可能是2个原因，基本上啊，大概率来说，只有可能是这2个原因。第一个，工作态度不 OK；第二个，不会做人，不会跟人相处，不会说话，情商极低，而且工作态度不好，基本上就是这2个原因啊。工作态度，一个是工作态度，一个是人际关系。从本科毕业后，我们宿舍的6个女生现状是怎样的？17年，我们带着懵懂相识哈尔滨理工大学。大学期间读的是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都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时间过得好快，今天还收到2个大学室友要结婚的消息。转眼毕业3年多了，寝室里的6个人生活也大不相同。室友 A 毕业后顺利进入国企，目前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成为了彼此羡慕的对象。室友 B 和 C 目前属于待业状态，毕业后都在互联网工作了2年，但互联网行业压力大，工作不稳定。中国当前的就业压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基层岗位或普通高校毕业生，连顶尖大学博士生也深陷其中。近日，浙江大学一位文科博士应届毕业生，年满30岁的女博士自然卷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讲述自己求职无门的经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她在视频中坦言道：“我现在彻底失业了，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在说985高校毕业就一定好找工作。”他回顾说，历时4年半完成博士学业以后，原本以为能够顺利进入理想的企业，结果如今却连面试的机会都很难得到。他说，我已经30岁了，学历越高反而越难找工作，小公司觉得我资历太高不敢录用，大公司则认为我不具备性价比，每次面试都是石沉大海。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在经济低迷和裁员潮的双重夹击之下，名校背景也无法保障就业。他感叹道，现在找工作怎么会变得这么难了？一则关于殡仪馆招聘的信息登上热搜，凸显就业市场的内卷程度。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殡葬服务中心发布了招聘公告，拟招合同制后勤及太平间门卫，要求年龄不超过30岁。该岗位要求全天24小时值守殡仪馆以及公墓的出入口，负责登记来访人员，引导车辆停放，协助业务办理，并制止不文明的行为。月薪为3300块，另加200块的绩效奖金，按年度发放。更令人关注的是，该岗位还需要通过笔试与面试，笔试为闭卷考试，内容涉及专业基础知识。此招聘信息一经发布，被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许多人都表示，一个门卫岗位竟要求30岁以下，还要考试，全天候值守，简直太夸张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前就业环境的严峻程度。近日，一名广东女性在应聘一家服装企业时，提出希望每周能够有2天休息，却遭到招聘方的羞辱性回应。此事迅速引发了公众关注。据8月16号一位广东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他在佛山应聘某服装公司时，表达了对单休制度的不满，称现在工作是双休，不想为了单休折磨自己。他通过鱼炮 App 进行求职。聊天记录显示，招聘人员回应极为不满，称如果你长得漂亮，我可以让你天天休息，你活该找不到工作，你只配跪在办公室等侮辱性话语。该网友已向平台投诉，鱼炮 App 客服于8月17号回应称，涉事企业账号确实存在违规行为，目前已被冻结，无法继续发布招聘信息。
此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在佛山要求双休简直像是犯罪。广东很多企业都是单休，佛山服装厂基本是每月只休1天，几乎是天天加班，社保也没有保障。几年前我在 BOSS 直聘上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仅仅提出双休要求就被 HR 冷嘲热讽。就业环境如此恶劣，却总是有人指责年轻人不努力。事实上，类似的招聘歧视事件在中国并不罕见。例如，在7月11号，上海周姓女士向正在新闻投诉称，她通过招聘平台向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投递简历，因提出双休要求而遭到对方歧视与人身攻击。对方讥讽她，还以为自己在学校天天睡得像猪一样，你又不是985或221毕业的，甚至恶毒地说，祝你一辈子都找不到工作。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